好，川普说准了辉达 H200晶片往大陆输，而且说习近平有正面的回应啊。那到底习近平什么时候跟他正面回应？是上次通电话的时候吗？还是到底怎么联络的？还是中间有什么沟通啊？那说呢，他除了要科25%的税，而且全面监控，因为呢供应链就出来了。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哦，联合报写得非常清楚。你以为只是卖那个辉达卖一个 H200，不是的，说这是辉达设计的，台积电的这个生产，台积电代工以后，要给 SK 海力士记忆体厂送到台湾的高频记忆体，就我刚刚讲的 HBM 封装成 COW 晶片，再给日月光跟细品把它封装以后完成 COWS 晶片，再把晶片交给晶圆店进行测试，再送到电子五哥像广达啦、伟创啦、伟影啦、华硕等等主持晶片模组，然后放到机柜，再输回美国或者到其他国家。你看看这么复杂，说这样一来哈。美国都知道了，政府说哦，你们哪一个部门赚多少钱，哪个部门成分都知道。现在不知道吗？可能没有那么详细。他说美国就完全掌控哦，照着川普这样，通通过来美国。就像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是不是这个郑丽君说，我们是要把科学仪器都整个搬过去，就是这样。哦，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也不是只有什么辉达一家啊，所以美国就可以监控整个的供应链。哦，然后呢，川普说呢，这个核准了，辉达说，哎呀，川普真是英明啊。那另外呢，美国有生气的哦，对，有些鹰派生气了，说全世界都会后悔，你们居然敢卖这样的这个高档的晶片去。可是它虽然比 H20多6倍的这个能力，但是它比 Blackwell 比明年要出来的还是不够的哈。那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说，国安决定待价而沽哦，说简直疯了哦，所以美国很多人还是反对给大陆的哈。那川普说什么了不起啊？我已经美国快拿回45%到50%的市场了，台湾晶片才移向美国，我觉得come back 已经回来了，最早是我们，然后把我们偷去了，现在回来了哦。那所以呢，这个因为现在美国物价高了，所以川普说我能解决问题哦，我现在已经收了很多的钱了，将来我要。某些大家日用商品我降低，但是有些我要增加哦，所以呢，这个说人生现在很多人觉得是最糟的生活，为什么贵了哈？那川普的选民近有40%觉得生活不好，没有以前好哈。那另外呢，这个但是川普不这样，川普说人们开始懂得关税的好处了，哦，所以物价也没高涨，我已经把这个咖啡啊什么牛奶都降低关税了。而且将来要把跟人民生活无关的再提高关税哦，而且关税，川普说呢，我的施政是 A 加，你们这很多当老师的 A 加就不错了，对不对？就是我都 A 加，没有就是 A 加，最后 A 加哦，我多伟大啊！我们看一下，第一项重建是关于关税谈判之后，国内产业在整个国际上布局的产业重建。行政院长卓荣泰面会商界，表示争取台美关税条件不会比竞争国高。不过，美国川普也宣布开放辉达 AI 晶片 H200销往中国大陆。然而，根据路透报道，白宫消息来源透露，将抽成25%，市场传出可能由台湾买单。据了解，台湾台积电制造 H200晶片后，这些晶片会先送往美国进行安全审查，之后才能出口中国大陆。这笔25%的费用，可能是在运往美国时以进口税形式收取，而截稿前台积电还没有回应。而也有专家强调，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方面拥有近乎全球独家的地位。面对市场传出台厂可能买单25%分润金，台积电有望转嫁。但是如果是在其他的相关的 AI 的一个供应链来说，那么如果相对还是具有替代性的话，恐怕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台系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业者就会产生一部分的一个负担。不过，辉达表示赞扬川普总统允许美国晶片产业进行竞争，向经过美国商务部审查的核准商业客户提供 H200晶片，达成深思熟虑的平衡，这对美国来说非常棒。这
川普是说这个开放就是辉达的这个晶片给大陆嘛，但是这个关税要跟台湾收啦，就25%。但现在关键就是25%到底谁要付啦？我是看到好像辉达是说他们愿意分担15%的利润，那这10%以台积电来讲，台积电因为是强势的那个产品嘛，它可能可以他说他不要，但是比较下游的，例如说伺服器的组装厂或什么之类，可能就会吸收啦。那我觉得川普也是用这个机会又在跟台湾要钱，然后这是一块，另外一块，那台湾也不愿意收，那是不是干脆这个辉达之后可能那个 AMD 啊什么都会嘛，要卖到大陆去，那是不是就直接模式，然后增加一样的模式啊，对，一样的模式嘛。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多付钱？我看可能中国大陆也不会，所以最后可能我是觉得台湾厂商也许会因为这样子又多变相又多付钱。那这个就跟川普当初承诺不一样嘛。川普当初是讲说，如果台湾的厂商如果有在美国去设厂的话，那我们的东西出口到美国去，其实是不用增加关税。他当初有这样子讲，而结果你现在用这种巧立名目、别的方式，还不是又增加了我们的关税？所以他讲话就不是很可信，就是会一直增加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也没有很站在台湾的产业角度去想。譬如说，川普讲说他以后未来可能2-3年他的商务部长讲说很快就40-50%的晶片呢就可以在美国本土生产了讲成这样子。然后我们赖总统呢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他讲说我们会帮忙啦，帮忙美国成为 AI 大国。对，整个生态链全部过去那我们嘞，对不对？你东西过去，以前大家都在讲说怎么半导体什么是细盾啊，然后台湾因为有护国神山啊，所以我们比较安全啊。现在当美国本土可以生产他们足够使用的晶片的时候，那我们的细盾就不见了。那我还没有讲到产值移过去了呢，那还有就业嘞，就业人口的就业机会的丧失，很多问题就你都不讲，然后你就直接讲说我们会帮忙。就为美国独尊，那我们台湾是谁来顾我们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就面对美国的时候都特别就比较软，很软。然后而且我觉得美国它是有一系列计划的，他先把你台湾掏空了，他现在台湾唯一他在意的就是半导体嘛，他把这些都拿到美国去以后台湾管你去死啊！对不对？老公打不打我干嘛还要出兵保护你啊？不要都在美国了，才2年就说什么才1年多，就说40-50%的市场都是美国的独占了。就算他吹牛，那你也的确也看他去啊。现在到美国的到加州的飞机，到 Arizona 的飞机，到San Jose的飞机，每天都一大堆络绎不绝。我不是上次讲吗？连台积电去的这些人已经生了300多个小孩了。我刚看了个消息，我吓死了，说台湾11月。生的孩子不到8000人，才8000，1年不到10万了。我们那些工程师到美国去，现在拼命生啊，生很多啊，生了好几百个了。为什么？都可以变美国人啊，赶快生啊！他们自己可以有美国的居留权，他不是美国人，但是孩子都是啊，所以也不节育啦，能生就赶快生啊。那个大陆会不会要？原来 H20加大陆就说，那美国还要抽15%的过路费，还是比我们低一阶，不要。所以说华为也可以生产出来，它不见得要啊。对，现在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呢，针对这件事情呢，来发表正式的评论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成真嘛，哈。我比较好奇的，第一个。那个川普说，习近平呢的态度呢是正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啊，我想什么时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说，双方呢他们在通话了之后呢，后续的在贸易的这个协商里面，还在持续的针对相关的这些细节呢，在进行讨论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显然呢，美国呢。卖了，川普已经同意了卖了这个，但是后续呢，他还要增加很多的限制。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未来的要卖给中国的这批的 H200呢，会接受到最严格的安全检验，但是中国到底接不接受哈？这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啊。现在呢，有媒体呢透露出来的中国大陆内部的讯息是说，好，就算呢是未来的大陆业者要买这个。辉达的 H200的话呢，你也要提出申请，你的申请呢要明白的说明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呢目前提供的这些的架构不敷你的使用哈。所以如果说是要这样子的一个严格要求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我相信相当程度的会减低他们购买意愿。而且中国大陆呢，特别是华为真的是太厉害了，它在这个自主的研发上面呢，它的脚步呢显然是走得非常的快啊。在今年的时候呢，美方在今年6月本来
估计说，华为今年只能够量产20万颗，能够跟辉达的，而且还不是 H200哦，是更先进的，像 Blackwell 的类似的这些架构并驾齐驱的，它大概只能够生产20万颗的这个升腾系列晶片。但是他们现在呢，最新的评估是说，2026年呢，华为有能力量产数百万颗，数百万颗这样的晶片。那这个升腾910C 的加速器呢，是不是足以就是说跟辉达的更进阶的Blackwell 来并驾齐驱？当然有待检验。可是你在这个中国自主研发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并且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条道路上面呢，大陆不但走得快、走得稳，而且呢走得呢非常的绝对就是他打定主意要往这方面来走，所以他就受不了你美国的一开始的时候要卖 H20给我的时候，你看那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的话讲得多难听啊！我们呢要让这个中国大陆上瘾然后没有办法呢摆脱对我们的依赖，而且我们卖给他们还是次级的。你说这种怎么能够忍受呢？就没有办法忍受特别是因为呢，现在呢就说透露出来的讯息是，白宫为什么这一次同意要卖这个 H200？辉达 H200给这个中国大陆，主要是因为呢，华为现在的一款呢，采用呢更新的、比较新的这个升腾晶片，叫做 Cloud Matrix 384的这个 AI 平台，它的效能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已经接近 Blackwell 架构晶片的类似系统 NVL72，所以这个就是跟黄仁勋所讲的，你现在你不卖给他，那中国大陆来使用的话，那他自主的研发的脚步越来越快。他自己评估中国大陆跟这个辉达之间的距离好像只有半年左右，半年是非常非常纳米的差别。对，但是其他老美认为有10年的差别，这有这个差别观念的差异在这个地方。对啊，所以说现在就要看中国大陆如何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啦。当然，我想川普的用意呢是希望能够在他4月到北京访问之前的时候再度去铺垫一些中美双方，特别是有关于高科技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气氛。可是，在美国还是有处处设限的情形之下，而大陆呢要摆脱对美国的晶片的依赖的一个大战略前提之下的话，所以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顶多就是一个释放出一个稍微友好的讯息罢了啦。我是觉得啦就是说美国当然现在也许还是领先，但是美国领先是靠很多各国人才去帮他的啦包括很多华人嘛那大陆你不要看别的，我常常看一个国家，我在看，譬如说它的这个太空科技到什么地步它的制造能力，它的电动车它的这个太阳能它的电池然后它的武器的这个发展，它没有比你差，它比你晚起步啦，但是最后不会比你差。那你说大陆人就比我们台积电人笨吗？你认为会比我们台湾人笨吗？就算他不比你聪明，他跟你也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有那么多 AI 人才，全世界1半 AI 人才，他们说在大陆，那他现在可能又认为，尤其跟台湾早期一样，比如我在台中一中，我们有15班都是理工的，到了最后高三才变了一个半班的社会组，半班50个就20几个，其他都是念理工医农的。那大陆可能在某些状况是，他就念这个东西这个有前途就念这个东西那美国不要念啦，那干嘛念那么辛苦呢？没错。所以这样搞下去以后，他会就是再给他一点时间，你会搞，他也会搞嘛。我不敢讲说他比你厉害，他也不会比你差，他会比你笨吗？比你不努力吗？比你差？比你这个数学能力差吗？比你物理能力差吗？他也不会嘛。所以这是黄仁勋担忧的嘛。那黄仁勋会想他们会比我差吗？那如果他们没有比我差，我能搞这个，他那么多人，他搞不出来吗？所以他紧张在这个地方。但是那些其他老美觉得不会我们很棒他差我们很远不给他。你现在给他不见得要你的呢。休息了再回来。好，新专版的财划法以及它的1.25兆军购，朝野又开始这个对立那蓝版呢，现在改变战法，原来是呢根本不复委的程序委员会挡住，现在说要交礼拜5院会表决，发出甲级动员打来。现在立法院甲级动员很多立委很辛苦，每天要去动员那卓荣泰说，行政院无所不能谈，只要你审查，我们都可以谈不要不审查
卓荣泰说呢，你们阻挡1.25兆的军费预算，没有办法提升国家的基本战力，也没有办法维护我们的主权。那问题是你编的这个就能够提升多少战力，维护你的主权，就真的能够吗？是靠这个军事来维护的吗？哦。那另外呢，立法院蓝白2度封杀特别预算呢，赖清德喊话，不要回避我国在区域和平的责任。哎呦，你就把你自己守好就好了，还区域和平哦，意思是说哇，其他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是我们的责任。那国防部说哦，有可能，因为美国可能好像叫你去帮助什么这些国家等等一堆哈，菲律宾啊什么岛啊什么的第一岛链啊，国防部说因应敌情陡升，确有作战需要，就现在两岸紧张了。哦，那谁造成紧张呢？孰令自知呢？为什么搞成这样子呢？哦，然后呢，所以呢，大家出来讲话哦，就说财政部长也说，赶快审查我们行政院版导正走偏的火车，这在讲财政松动划分法了哈。那另外呢，罗志祥就一直轰行政院，说赖清德、卓荣泰是民主的刽子手，你们明明是少数，你们也不尊重多数在立法院，就这样8次去复议。复议不成，你只有接受啊！法律就是这样，宪法就是这样。复议不成，你还说我可以不执行，那你照理讲你就下台算了哦。哎，还赖在那个地方。国民党他说卓荣泰成土皇帝了，而且我昨天不是讲吗？到现在为止，从民国37年开始行宪以来，到现在为止有34个行政院长，34中间有重复的，但是呢，人家一共才复议了13次。你卓荣泰一个人1年多的时间，对不对？赖清德来不是1年多吗？他就复议了8次，还没结束哦。等他任满以后，这个下去，我看他也复议比过去34任的行政院长复议都多，这事情已经变成笑话了。所以他们讲他是民主的土皇帝啊。民进党还举牌，台湾不要吴三桂，蓝白就是吴三桂，吴三桂不是吴三桂，吴三桂。哦，就是吴三桂哦。那赖总统说，他当时不是他讲嘛，他说我乐意帮助大陆的经济，就今年台湾经济很好 ，GDP 7%成长，大陆这个是4%，而且那个数字还不知道真的假的。大陆国台办说，大陆很多省的 GDP 都比台湾高，你要怎么帮助我们呢？你要如何帮助我们呢？你要帮助我们的经济怎么帮助呢？我真的觉得台湾唯一真的能够让大陆看的就是你的民主。你开放的社会制度，这点你还可以说我是民主的灯塔。那现在问题你搞成这样子，也不灯塔啦，灯塔也黯然无光啦。真的，这是台湾唯一可以拿出来说，哇，这个我，对不对？全世界的华人，台湾建设的最好、最民主、最开放，这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嘛。我们看一下。拿出手板举牌抗议，朝野在程序委员会表决大战，院版财划法和1.25兆国防预算又被挡下。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蓝白改变战术，不封杀民进党团提案，反而把周五议程交付院会表决。朝野因为财划法陷入僵局，连带影响明年度总预算审查。但就算行政院复议失败，卓揆还是拒绝执行蓝白修的财划法。卓荣泰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直接告诉大家，我土皇帝卓大帅，我不执行，你奈我何？只要把中央政府总预算，把我们提出的强化防卫韧性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好好的审议，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谈，行政院无所不能谈。但行政院选择性执法也让深绿学者颇有微词。成大教授李忠宪就直言，公布法律却不执行，是比恶法更快摧毁国家道路。这个立委们，吴三桂，台湾不要吴三桂。来，国成。我觉得我要跟卓院长还有民进党讲我们不是吴三桂，我姓林不姓吴那我坦白讲我们说财划法。当初我们在审的时候，你们说这个财划法多么重要，我们请你们赶快提行政院版本，你们也不提，现在的版本是最好，这是你们讲的。那你现在又说什么？我们不审财划法，财划法当然我们2次有小毛病把它修改，可是你从来也不遵守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任何通过的法律案。你们不喜欢的，通通不做，甚至你还火辣辣的告诉全民说，立法院通过的案子不一定来遵守，这是4个问题。
那你现在要我们审，说实在话，我们审预算很简单啊，我们现在还放在立法院，我们没有退到行政院哦。所以只要你告诉人民你的编列预算，为什么立法院通过的国军加薪等等这些，为什么你不编？你如果不编，那你要讲个理由，让立法院。所以我要提醒卓荣泰院长，我坦白跟你讲，立法院3党不过半的过程当中，不是你的一党独大的立法局，所以1.2兆，你们现在提出这些，就是画饼充饥的1.25兆。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我们现在在野党，我们是不能接受。梁家宇，其实财划法的问题，双方已经讨论非常多次。那从之前蓝白所推出来的这个财划法的版本，在计算上就有一些问题，所以行政院提出复议，最主要就是觉得第一个窒碍难行。举债的这个17.5%已经超越公债法的上限15%，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以现在的分配方式，变成越有钱的县市，它所分配的越多用人口跟营业额来计算的话，台北市可以增加700多亿，但是这些农业县市分配的金额就更少。所以如何能够讨论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财划法版本，这是行政院希望能够朝野坐下来好好沟通的地方。那当然，如果现在用不执行或不附属的方式，在法律上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争议或者是想法，所以这个我相信也不是最终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只是目前因为1.25兆的这个国防预算加上财划法都一起拿出来谈的时候，双方能不能取得一个共识？我相信卓院长也是不断的释放善意，希望到立法院来报告，然后把这个财划法的问题跟僵局能够解决。那对于这些中南部的县市，当然如果这个财划法的版本能够更有利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县市，让他们可以得到好的预算的分配，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乐观其成。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我相信在过去立法院这个不断的否决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复议案已经8次了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造成行政院觉得说有理说不清，因为不管是财政部长或者行政院都会认为以现在的版本来讲是窒碍难行的。我觉得那个卓院长当初用他的理由就是他还是能够调和顶难，以他过去的从政经验，结果发现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以财划法来说的话，就像国成委员刚刚所提到，我们之前就是要求行政院能够拿出版本来，结果呢他就是印不来，而且他说是最好。所以当大罢免完之后呢，而且他发现我们再一次的修正，第2次修正之后呢，已经3读了，他才在前一天才拿出这个版本来。那你就知道在野党怎么办？我们已经3读了，而且耗了这么久，给你这么多的机会，然后你在突然之间3读之前拿出这个版本来，我们就要马上就要买单吗？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已经公开说，你所讲出来的水平分配，我觉得它是比较细致。但是同样的，各县市蓝营执政比较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用钱。如果你能够很清楚告诉我们所谓的每一个县市的金额，跟我们第2次修正所通过的3读通过的彼此之间的落差，我们的计划性补助不要像你新的版本那样，还是要看你的眼色的话，我们可以坐下来去谈。但是呢，你现在完全不是，好像一副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地方了，表达的诚意你们都不愿意，这个完全要把时间轴把它好好的厘定清楚，把金额拿出来，把计划性补助款的里面部分里面，不要全部要靠着你的中央的一个眼色，这个部分过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3读通过的，你总要让它执行一段的时间。如果你都不执行，然后马上又要拿出你的新的，你说什么我们就要去配合吗？这个对在野党来说你也是不公平。对于那个1.2兆来说的话，我说实在的，武器有没有交出来？我们今年的总预算当中，你已经编出比过去更多的9400亿，那这个部分里面再加上你这些，那9400亿你到底整个品项在哪里？过去我们所要求的那一些的所谓的武器，你没有交出来原则之下面，你今天又突然冒出个1.25，然后呢我们不通过，你又马上开始，大家都可以背得出来啦，你中共同路人啦，你是吴三桂啦，你是舔共啦，你是什么都可以背出来，只要你是违法这个部分，你就开始把这些弄出来，你去朝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面，真的有办法去做一个好好的对谈吗？卓院长，这是你的责任，这才是行政院长，沟通是你的责任，你不要每次用情绪的勒索，这样朝野之间是永无宁日的。刚刚大家听柯文讲现在国防预算变成9000多亿，还不算这1兆1.25兆，马英九时候只有3000多亿国防预算呢。
那大家认为那个时候台海比较和平、比较安静呢，还是现在比较和平、比较安静？是那个时候觉得老共随时会打我们，还是台湾会变战场，还是现在觉得可能被打变战场？多3倍，从3000多亿变成9000多亿。那赖清德想说，你马英九当时候你就不顾主权了，那什么叫不顾主权呢？马英九是有把主权丢了吗？有影响到台湾什么吗？有给台海带来这个好像这个烽火连篇，老共军舰和飞机有天天过中线吗？那时候3000多亿，现在9000多亿，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就回来。好，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叫做强者简报曝光了，说美国没有能力保护台湾，先进的武器会在到台湾之前就被大陆摧毁，因为你要运先进武器，如果你这个武器没有威胁性，大陆就来吧；如果你有威胁性，它不会让你来了或者发射嘛，在这边就把你摧毁了。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很麻烦。那我们花那么多钱买武器干嘛？哦，他说今日不同于往日，今非昔比，解放军已经拥有足够的飞弹，可以在美国大批先进武器接近台湾之前，就将这些武器摧毁。哦，那这个叫做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哦，叫做 Overmatch Brief 就简报了哈。那所以呢，它这个文件里面还列出中国摧毁美国战机、大型舰艇跟卫星的能力。指出美国军方的供应链的瓶颈，就美国也供应不出来啊，对不对？现在每次我们说买东西怎么不来，就是要给乌克兰啊，给什么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你不是天天讲台海很危险吗？那既然台海危险，台湾不是应该优先获得这些武器吗？这是讲些什么？是矛盾。光叫我们给钱，光叫编预算买啊！所以呢，纽约时报形容说，这个报告跟美国高层的说法一致，而且内容令人震惊。好，那么所以那怎么办呢？你说两岸希望和平啊，不是打嘛？我讲过，你预算编9000亿又怎样呢？对不对？你全部台湾的3兆都编国防预算又怎样呢？它还是比你多啊，还是比你多很多啊。所以你不是比这个东西嘛？第一个这是无底洞，第二个这是武器过时了就变成废铁。那你要花多少钱在上面？台湾其他建设都很好吗？社会福利真的做得很好吗？医疗设施真的很好吗？偏乡都建设很好吗？你差得远了，好不好？好吧，如果台湾开战，民进党的他算不算民进党？社民党，或者是跟民进党是亲民进党嘛，对不对？他称打仗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年823打，台湾不是要照样上班吗？对不对？该上班还是要上班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战场啊，所以你以为印象像电影跟动画一样啊？不是这样子啊，乌克兰也不是所有人都跑啊，都打仗啊，也有人在上班啊，多数民众还可以维持基本的作息啊，他怎么有这个结论呢？因为他9月去波兰华沙参加安全论坛，说跟乌克兰官员交流所得，乌克兰官员说：“别惊，怕吧，不要紧。”反正我们有很多人还在从事生产工作，所以台湾就算打起来也没关系。他忘了大陆跟俄罗斯，大陆其实比俄罗斯强的。现在看，那乌克兰土地是我们16倍，所以他可以就像当时日本军力比中国强嘛。但是蒋介石就以空间换取时间嘛，把你陷在这里面。那你台湾有这个能力吗？台湾2%还是3%这人口集中的密度那么高所以呢，网络也这样讲，说国土都差很远了，什么还可以上班，还可以上课，马照跑，舞照跳，所以网络就讲鬼扯，你在鬼扯什么东西啊？苗主播看得很不爽，深夜反击，台湾投降，我第一批会被杀，所以呢，我不会投降，你们自己去投降我呢因为会被杀，所以呢，那他要干嘛？所以呢，他意思说呢，他还要该做什么做什么，维持基本生活等等。看一下，现代的战争，它在发生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战场，军人在战场，但大多数的人其实还是维持着
日常的生活。其想法来自于乌俄战争，苗博雅说这是乌克兰官员告诉他的。乌克兰的东部很多的战区这个满目疮痍，受到很大的打击。可是乌克兰另外没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部分，其实日常生活都还是要继续，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不过不少人不买账，网友留言根本是美化战争，也有人算苗博雅是把人喊上前线，自己再撤退到后方罢了。对此，苗博雅反击，怒呛没证据引用他讲的话说出事实还被扭曲，是国家悲哀。更强调，若中共公台自己没外国护照，一定是首批被抓。为证明自己论述，苗博雅也提以阿战争。po文中提到，以色列的面积仅台湾60%，且以色列不比台湾与敌对国家没有海峡天险，但发生战争时，非交战区还是要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说两岸开战，台湾还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全社会防卫韧性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民生基本的运行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苗博雅这种想法真的是，我不知道是要好笑呢，还是感到悲哀哈。今夕何夕啊？他说，在这个1938到1945，现在是什么年啊？1938、1945年的时候呢，台湾也受到盟军的空袭啊。那个时候呢，社会还是运作啊。那个时候盟军空袭跟以后万一打几场的空袭是一样的空袭吗？他举很多例子，都是似是而非了。我就很奇怪，这个的脑筋到底怎样啊？他说以色列国土只有台湾60%，但是呢，他也没有天险，对，以色列也没有什么海都没有，但是呢，他打仗他还是维持正常生活，他就是打别人呐。以色列是被打吗？以色列被打吗？以色列变成战区吗？他去打别人，所以你这个例子这是在逻辑上就是这个举证是谬误的。一个你拿1938对1945。日本那个时候台湾被日本殖民了，然后盟军来轰炸，那个时候跟现在轰炸会一样吗？又说以色列的情况，他打别人跟台湾如果台湾不会去打别人的，台湾被打也是一样吗？然后又以这个什么823炮战，说你看金门在打台湾好好的，搞不好真的打起来金门马祖还比较安全，台湾还比较危险。你在举什么例子呢？这样人还能够？真的，我是建议民进党提名他选台北市长，我觉得很好，选台北市长，搞不好他会打败蒋万安，对，所以民进党现在都不知道要提名谁嘛，就提名苗博雅选台北市长，看会怎样，真的来，我觉得。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苗博雅在谈论这个战争的这个话题，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这么严肃的议题，我觉得必须要更有立论的依据，而不是用一些就像刚刚讲的时空的错字，而且说真的，当时的战争形态跟现在又不一样823炮弹是前线的一个打仗，那问题是现在战争形态说难听一点，任何一个飞弹都可以从大陆打到美国本土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班，那你的依据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他的言论，我觉得还是要非常的一个谨慎跟小心，就是说，尤其是谈论到战争这个议题，我想。在我们在节目上也一直在呼吁说，两岸这个目前呢是这个兵凶战危是非常这个严峻的，而且是很紧张的。但是我说的执政者或者说执政党都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一样做他该做的事，一样勒人家的虎须，一样跟人家叫嚣。但是呢，真正有没有回到真正该做的一个事情内部里面？我想前阵子才发的小局数不是吗？小局数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那个城镇战啊，防卫韧性啊。美国的国会议员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要配1把手枪吗？你跟我说可以正常的上班运作，所以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你想要引起共鸣，或者说你想要谈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我觉得我们都认同那但是呢，在这个话题的言论的谈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要只有断章取义，然后呢来取悦你的这样的一个受众跟支持者，我觉得还是要很负责任的对你的支持者讲出你该讲的话，然后很多的立论依据还是要有一些考据跟考究，而不是就你自己的想象来呢穿凿附会，然后呢然后来道听途说，然后来造成社会民众人心惶。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是一个民意代表该有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跟责任。我觉得苗博雅这个说法他说如果说是真的是已经是要。大陆来攻台，我跟苗博雅讲，当你第一批被杀的时候，我也被杀了，因为我们都站在同一片土地上面。而且就以前来说，你要被杀，以前的电影里面有个叫《杀戮战场》，那里面的那个男主角是越南裔的，他还得到最佳的
男配角，因为他是他亲身的一个经验。一般来说，你只要跟回应到你的电影的场景来说，通常他们第一个会问念书的人站出来，因为他们都一定会把读书的人第一批先杀掉。我们2个都一样，所以我只能说，你被杀的时候我也被杀，不管有没有投降，因为大家的基准点都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不要把现在的战争的一个方法跟过去来做一个相比，战争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没有办法凸显你不投降的这样的一个勇气，这样的说法只是更加重了彼此之间在对于战争这件事情上面的美化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误解而已。你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苗博雅议员呢，因为说你们干嘛担心哦，没有什么哦，而且呢，就算打仗，该上班还上班，那军人去打仗就好了，跟我们根本无关啊。来，这个原之委员你怎么看？我是蛮赞同赵大哥的说法，就是苗博雅可以去选市长，因为他人气很旺，他讲出这么荒谬言论的，还有很多人帮他护航。像有一个作家呢，就讲说苗博雅讲对啊，那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台大还不是继续上课。哦，废话，台大国共内战是在大陆打的啊，台大当然上课啊，就知道说苗博雅真的是很有号召力啦，就是他讲这种荒谬言论，大家都会去帮他圆。但实际上我不懂说苗博雅为什么会这么军盲，因为现在包括像汉光演习战略跟几年前就不一样。以前我们的战略是说要歼敌于滩岸嘛，就不要让他上岸。现在汉光演习上一次我看他的坦克都开到我们板桥旁边的万板大桥了。万板大桥就是板桥到万华，就是要进到台北市的一个桥嘛。那个坦克如果直接可以开到板桥的话，我中间已经经过你选区了，就是我们是登岸处，登岸处就已经进来了。那大家都不会受到影响，在旁边拍照打卡还是怎样，一定就很紧张的嘛，对不对？一定就很担心的嘛，怎么会不受到影响？怎么会讲这样的话？伟杰刚刚讲小局书里面还教我们。看到军队先闪，为什么要先闪？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敌军还是友军先闪，所以这小局书讲，所以小局书也告诉我们，接下来就城镇战。那你告诉我大家怎么正常上班上课？再来就是，那我们的人员够吗？现在那个我们国防部是说啦，我们的天然气假设暂时是就打仗的时候也可以维持很久几百天，那是因为他说工业会降低工业化的活动，跟大家会减少用电，所以天然气可以用比较少。那难道都不会有影响吗？所以我真的不懂啊，就是他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真的很离谱。但重点是什么？重点他昨天被打脸之后，今天还在硬凹的方式就是抹红你，就是任何只要指出他的荒谬的地方，他就说我不会跟你们一样去投降啊，你要投降你就去吧。我为什么就是讲你的谬误就是投降呢？这就是民进党一贯包括沈伯洋他们惯用的招数，就是讲不过你就抹红你。所以我看到沈伯洋在前2天不是 po 一个脸书出来吗？说什么他在路上被挑衅啊，然后他又扯到说这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用什么仇恨蒙蔽理智啊，谣言取代什么良知啊什么之类讲一大堆，所以他遇到这样挑衅。那你要不要看看我的状况啊？我那时候在大罢免期间，对啊，走在路上都骂我中共同路人啊，说我3光国防预算啊，被吐口水，被比倒站，被打的一大堆。那就是你沈伯洋你这种人好不好？跟苗博雅就是只要意见不一样，就把你打成叛国者，好像要害台湾，激发那些青鸟的对立，然后才会让社会造成对立。你沈伯洋、苗博雅，你们这种言论，其实才是让大家用仇恨蒙蔽理智的做法。所以希望他不要这样。但我还是非常好奇的，就是苗博雅无缘故去讲这东西干什么？无缘故在开直播的时候告诉大家战争不可怕，马照跑，舞照跳，你要干嘛？就是你为什么要讲这东西？我觉得他是在帮，我认为啦，他在帮赖清德洗白啦，因为赖清德才当1年半的总统，他就告诉大家2027年可能中共要完成武统台湾，然后后来改口的准备，但大家已经很害怕，就会去质疑他的路线，就是为什么大家以前当总统，马英九、蔡英文都没有这样，你才1年多你就这样，那还有2年多嘞。那接下来会多恐怖，会影响他的满意度。所以苗博雅因为他不是民进党，但是他为了要让民进党觉得他非常民进党，所以他就更激进，就是说大家不用怕啦，没什么啦，没什么，反正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就是要降低大家对赖清德的不满意，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他无缘故讲这东西到底干什么，就是对台湾对人民他会有票吗？要选议员有票吗？议员只有固定的他的一个固定族群就可以了。那些人不脑筋太不清楚了。他有固定族群就可以了。那选民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嘉宇，这个阿苗其实有解释了，他是被断章取义，因为他其实是去参加这个华沙公共论坛的时候，当时听到这个乌克兰的相关的人跟他讲说啊，虽然现在两军交战，但是乌克兰有些地方还是正常的等等，他是把这个事实状况讲出来。我相信没有人会真心认为说战争大家还可以正常上班或是正常生活，因为毕竟股市经济第一个受到影响，我们的资产也会受到这个波及大家不管怎么样。心情一定是大受打击的，所以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能避免就避免。那台湾当然也是绝对不希望战争，没有人希望战争的，不管是任何大家生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都希望两岸和平，这个才是大家最终的目标。那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然我觉得不需要去放大，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可怕性跟战争对于人所有的身心的威胁跟这个压力，真的是一定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台湾，不管是对对岸中国来讲，都绝对不希望任何人发生这个战争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两岸和平。那阿苗他的话就是被断章取义，被扭曲了。但你认为赖清德这样做，两岸会和平吗？也不沟通。我觉得赖总统当然他很希望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这个喝珍珠奶茶、吃虾仁饭，我们也都张开双臂，热情的希望拥抱，对不对？习近平来，只要在对等、和平、尊严的前提之下，他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但是问题就是，中国要关上这扇门，然后要这个四处去挑衅，这个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嘛。但是就是说，两岸如何能够和平，我相信都是大家长久以来的目标跟使命。来，郭成委员。我想嘉怡有时候讲这种话是政治术语的哈，当然我们要尊重。其实我看看赖总统有时候等一下又主张他的官员主张那这台湾国的猪狼就是赖清德嘛等一下前几天又说中华民国还存在，那到底是台湾国或者中华民国，我都搞不清楚。所以赖总统基本上他讲的话。我每一次都打问号了，但是我必须要去提醒，因为那个苗博雅议员我是这样，3岁小孩子都觉得战争是可怕的，3岁小孩子就觉得战争是绝对是毁国人亡，所以我用一句话啦，台湾话讲一句话或许你听不懂，但是我要跟你讲。其实你的想法就是7月8日，不知道死活。战争的可怕，你看乌克兰现在是什么局面？你看看前几天太检对，你看看逃亡造成逃亡，但是我们台湾呢？四边都是海，我们逃到哪边去啊？所以不要超咩啊人给安用你的想法就可以断定。战争不可怕，我可以告诉你，西长你几岁？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战争非常可怕，所以能避免就能避免，能和平就是和平。所以袂使死硬嘴皮，硬要7月8日唔知影死活，这样是不好的。苗博雅就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一本正经的在胡说八道，然后呢，在贩卖他的无知，我觉得是。蛮悲哀的，他去波兰参加这个研讨会，我相信那个乌克兰的人，不管他是官员、是学者或是任何人，要跟他讲说，在这个战争的情形之下，乌克兰还有人民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是在展现就是乌克兰人民的耐压性跟他们的韧性，绝对不是再去强调说，哎呀，这个战争这个照打，然后我们日常生活照过，怎么不可能啊？你自己无知，不要把别人也搞得非常的无知，1000多万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情形嘛。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呢，以色列呢跟哈马斯虽然签了和平协议，以色列还天天在打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还没有进入到个停火的状态。就是一个战争就是如此的残酷而且呢，跟他以他这个身为这个民意代表，你这样子来贩卖这种战争如同日常，你是要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鼓动战争、鼓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吗？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像元之刚才讲的，如果依据那个小橘书，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很认真看过那个小橘书啦。你一旦呢战争一开打，这个警报一响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要到就近的
像什么避难所啊，对，还有什么便利商店什么的，不是就要当做这个避难所来避难？那你怎么过日常生活？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荒谬、荒唐的一个论述。那苗博雅今天还要就是要强去辩驳哦，然后呢，把这个帽子呢挂到别人的这个身上。他里面讲到说，他跟他的家人都没有绿卡，所以他们没有地方跑。那你是在说谁呢？谁有绿卡呢？你是在讲的是赖清德的儿子吗？他们有绿卡，他们人也不在台湾。你在骂他们吗？你指的是他们吗？他们没有要跟台湾同岛一命吗？而且既然台湾同岛一命，那原来我们同岛一命不包含外岛，是这个意思吗？就说你打金门马祖，我们照常过我们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一些观念啊？莫名其妙，胡说八道。不，这很可怕，就是说有这样的民意代表讲这样的话哈，居然还有人投票给他，我真的觉得哈，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哦，说什么，就算将来打金门打马祖，现在打仗还金门马祖搞不好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你这讲什么？哦，然后把多少年的以前的事情拿来说，以后战争也是这样，就类比谬误嘛。有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可能呢？哦，你现在编了9000多亿的预算，这个钱做什么不好？还要再加1.25兆的预算，这个钱做什么不好？然后就这样子，对不对？过几年这都是破铜烂铁，都没有用了。这个钱做什么不好呢？台湾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需要帮助的